亨利·米勒1891年出生在纽约德裔家庭。这哥们儿一辈子做了几十种底层工作，送信人、人事经理、报社校对员、英语教师、裁缝铺帮工。他43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，之前一直穷困潦倒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写出了20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文学作品。你可能会问，他的书有什么特别的？特别就特别在这3部曲因为太露骨、太叛逆，在英语国家被禁了将近30年，直到1961年才在美国解禁。解禁之后，他立即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圣经。诺曼·梅勒说，他是本世纪10到20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但米勒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写小说。他说，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对人格的污蔑，朝艺术脸上啐的唾沫。这话听着挺狂的，但你读完之后会发现，他说的是实话。好，我们从第一部《南回归线》开始说起。南回归线的故事发生在纽约。米勒在一家叫北美宇宙精灵电报公司的人事部工作，负责雇佣和解雇送信人。这个落日处就是一个人间地狱。来求职的人什么都有，癫痫患者、刑满释放犯、枪杀妻儿的疯子、被冤入狱20年的可怜人。上层只关心统计数据和利润，根本不把人当人看。米勒描述了一个叫卡纳汉的模范送信人，这人枪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被捕的时候还乐观地计划着出狱后做推销员。还有个印度人古普塔尔来美国传播和平与爱，结果被人谋杀了。米勒说，美国社会外表像蜜蜂窝，内部是屠场，和平主义和吃人习性并存，每个人都像在睡梦中经历噩梦。但米勒自己呢？他在这个体制里一边骂一边玩。他把钱、衣服和书送给穷人，尽管自己一贫如洗。他大规模雇佣各种不合格的人，以报复公司体制。他和助手海米·麦格文一帮人一边操公司，一边操一切。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，就是他对体制的反叛。米勒的童年记忆贯穿全书。他回忆黑面包的味道，那是心照不宣的涉罪的味道。他回忆兽医诊所前阉割公马的血腥气味，面包房甜蜜的香味，冷饮桂酸溜溜的大理石板味道。这些感官记忆构成了他童年的全部图景。他还回忆钢琴和性的纠葛。他偷看钢琴老师洛拉洗澡时，看到她浓密的体毛。后来在铁轨旁的草丛中，与她发生了第一次性爱。火车驶过时，火星如雨点般洒落。他总结说，每次他接触到钢琴，就会把一只窟窿眼震得淫荡起来。这话听着粗俗，但米勒就是这样，他用最粗俗的语言说最深刻的道理。然后是他的南方之旅，这是一次象征性的死亡与重生。他穿越烟草地，经过南北分界线，看到一个黑人赶马车经过时站起来脱帽致敬，这让米勒意识到奴隶制仍然存在。他到达墨西哥湾，走进去溺死自己，这个象征性死亡是为了奠基宇宙。最后，他的好友克隆斯基在妻子死后预言米勒终将成为伟大作家，劝他离开美国。米勒决定前往巴黎。这就是南回归线的结尾，一个旧的米勒死了，一个新的米勒即将诞生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2部北回归线。北回归线开篇，米勒已经身在巴黎，住在蒙帕纳斯的博尔盖瑟别墅，与俄国流亡者鲍里斯同住。鲍里斯发现狮子，米勒剃光他的腋毛。米勒宣称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对人格的污蔑，朝艺术脸上啐的唾沫。他介绍巴黎的人物群像：犹太人、妓女、穷画家、流浪汉，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的像从纸上跳出来一样。莫尔多夫，一个说话声音如豌豆汤、被新椰小梨的怪人，家族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。米勒试图接近他，如同接近上帝，却发现手中不是蟑螂，而是蜻蜓。米勒在巴黎靠蹭饭为生，他给10来户人家写信请求每周赴宴一次，由此建立起固定的蹭饭日程。他详细描述了每个主人的特点：克朗斯塔特家的苹果馅饼，卡尔家的名贵葡萄酒。这种生活听起来挺惨的，但米勒乐在其中。他遇到各种人物。俄国人谢尔盖原是沙皇禁卫军上尉，家世显赫，却沦落至此，带米勒到家中吃饭，同席还有8个人和3条狗。印度人纳南塔蒂自称珠宝商，却身无分文，靠骗术和虔诚祷告度日，
米勒被他困在公寓里当仆人。妓女热尔梅娜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，连好心肠也是婊子似的。但米勒对她忠诚，不过对象是他两腿间那个毛茸茸的东西，而非他本人。最精彩的是那场音乐会。米勒在极度饥饿中偶然捡到一张音乐会票，饿着肚子去听德彪西、拉威尔等人的演奏。你猜怎么着？在饥饿中，他的感官异常敏锐，音乐化为体内的湖泊、候鸟和螺旋，他体验到一种超然的平静。而其他听众或昏昏欲睡，或心不在焉。这就是米勒在最糟糕的境遇中找到最深刻的体验。然后是那个带甘地信徒去妓院的故事。这个年轻印度人曾在食盐禁军中追随甘地，发誓不近酒色。但在妓院里，他竟在做浴盆中排便，弄出2节大粪，引得宝儿和妓女们大骂他是一头猪。米勒由此反思，假如端上来的银盘里摆的不是珍馐，而是2节大粪，这才是最令人惊叹的奇迹。这话听着荒诞，但米勒是在说，人类寻找奇迹的执念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诞。米勒在巴黎找到了一份报社校对员的工作，他发现这份工作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只需校对拼写错误和标点符号，全世界的灾祸从他手中流过，他却绝对免疫。他每天在小壁刊里校对灾难新闻，如同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。报纸上充斥着荒诞的新闻：印度算命师，宇宙将爆炸的预言，老鼠在人胃里出生。米勒从这些新闻中获得一种荒诞的满足感。他参观马蒂斯的画展，被画中鲜活的世界深深震撼。他说，马蒂斯的每一幅画都包蕴一小块人肉的历史，拒绝接受死亡。米勒将马蒂斯与波德莱尔、巴黎的妓女、斯特林堡联系起来，将整个世界描绘为正在散架的车轮，而马蒂斯就处于车轮正中间，继续滚动。后来，米勒去地荣担任英语交换教师，陷入极度孤独。学校像监狱，厕所结冰，同事们平庸无趣。他教学生大象如何做爱，以吸引兴趣。春天来临时，他逃离地荣，回到巴黎，帮助朋友菲尔莫尔逃离其法国妻子的控制。最终，他将菲尔莫尔送上火车，独自漫步塞纳河畔。第3部《黑色的春天》是最实验性的一部。米勒以第14区为题，追忆布鲁克林童年，深情回忆街道上的男孩们，埃迪、卡尼、莱斯特、瑞尔顿等，称他们为唯一真正的英雄。他宣称自己是旧世界的人，属于过去的欧洲文明大树。他骑车穿越巴黎郊外，体验当下时刻的无限扩张。他认为坐在无人小餐馆的体验胜过独为己耳，真正的发现始终来自没有标志指示的地方。他赞美拉伯雷、佩特罗尼乌斯等古典作家的贤味与生命力，抨击现代文学的苍白。他画一匹马，从画屁股开始，马的腿越来越多，身体变形，历经无数次修改后意外，创造出一幅杰作。他认为一切伟大的诞生都是奇迹式的，真实的杰作来自无数次错误、退缩与犹豫的积累。裁缝铺章节是全书最温暖的部分。米勒回忆年轻时在父亲裁缝铺工作的日子，生动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：脾气暴躁的顾客本迪克斯3兄弟，机灵圆滑的旅馆门房乔治、桑杜斯基、梦想家保罗、戴克斯特。保罗是个永远等待神话般高薪工作、热爱哲学却一事无成的迷人失败者，最后淹死在1英尺深的水中。家族聚会的热闹场景，梅利亚姨妈发疯后被送入疯人院的悲剧，裁缝铺打烊后的寂寥，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美国城市底层生活的全景画卷。米勒走过布鲁克林大桥，反思自己21岁却一无所成的困顿。他嫉妒父亲的安宁，渴望打碎一切旧秩序。最后，他以总是兴高采烈的呐喊收束全篇。好了，3部曲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来聊聊这本书的现代启示。第一个启示：内在生命力比外在成功更重要。米勒在落日处目睹了美国劳动制度的全面腐烂。他发现这些人并非天生堕落，而是被一个只关心统计数据和利润的体制碾碎了。你自己呢？你每天上班像挂在树上的水果，再多一线阳光就会腐烂吗？你的工作让你感到像在睡梦中经历噩梦吗？这就是内在生命力被消耗的信号。
你不需要辞职去巴黎，但你需要找到一个裂缝，一个让你的创造力透出来的空间。每天留出30分钟无用时间，不为任何目的，只是做你真正想做的事。画画、写作、散步、发呆，什么都行。这段时间不属于任何人，只属于你自己。第二个启示，贫困可以是精神的炼金术。米勒在巴黎的贫困生活反而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。他在极度饥饿中去听音乐会，感官异常敏锐。他说，对穷人而言，独处并不困难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空前丰富的时代，但精神贫困却越来越普遍。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却失去了专注的能力；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，却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耐心。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费、工作、消费的循环时，当你为了买不需要的东西而做不喜欢的工作时，这就是精神贫困的信号。做一次物质断舍离，清理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同时清理不再需要的社交关系和信息来源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拥有的更少时，你反而能看到更多。第三个启示，创造是自我救赎的终极方式。米勒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经历着一种自动写作般的意识流。他说，我终生的核心追求不是活着，而是自我表白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作者，但这些内容大多是为了获得点赞和关注，而不是为了自我表达。开始写一本给自己看的书，日记、随笔、小说、诗歌，任何形式都行。关键规则，永远不要给任何人看。当你不再为读者写作时，你才能真正为自己写作。第四个启示，反叛不是目的，觉醒才是。米勒对美国社会的全面反叛并不是目的本身，他的反叛是为了觉醒，他要从活着的死亡中醒来，成为一个真正活着的人。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，我们被告知要做自己，但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做一次人生审计，列出你生活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，然后问自己，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，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吗？第五个启示，记忆是身份的基石。米勒的记忆不断跳跃，但正是这些碎片构成了他的身份。他说，人成年后生活在片段与记忆中，过去的每一个细节都以奇异的光辉侵入当下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的记忆正在被外部信息淹没。开始写记忆日记，每天回忆一件童年或过去的事情，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它。当你重新连接起过去的碎片时，你也能更清晰地看到未来的方向。第六个启示，真正的友谊超越血缘和利益。米勒与汉密尔顿的友谊是他生命中最纯粹的体验之一。他说，我第一次体验了必不可少的友谊，纯粹、完美，不会感到被奴役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有数百个朋友，但真正的朋友却寥寥无几。找到你的汉密尔顿，一个能与你进行深度对话的人。不需要每天联系，但每次交流都能让你感到灵魂被触动。最后，我想引用米勒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明天这平衡将结束。如果我再次找到它，它将会在血液里，而不是在星星里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在某个遥远的巴黎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的选择中，在你选择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写作的那一刻，在你选择深度对话而不是表面寒暄的那一刻，在你选择创造而不是消费的那一刻。